Hello 啊，兄弟们，今天咱们来盘一部能把人 CPU 都干烧的逆天神作。故事发生在一个月黑风高的中元节，一群外卖小哥正为了当王的荣耀，准备在 iPad 上展开一场吃鸡大赛。就在大伙儿摩拳擦掌，准备为爱发电，不，为3倍补贴发电的时候，人群里一位名叫陈哥的男子，堪称外卖界的预言家，突然开口给大伙上了个 debuff。他说啥子？他说这鬼节的订单你们可别乱抢，小心屏幕对面不是人，是孤魂野鬼自己给自己下单烧纸呢。我直接好家伙，这不就是阴间版想吃点啥吗？果不其然，我们本片的男主就叫他猛哥吧，一个把人为踩死刻在脑门上的男人，当场就绷不住了。他觉得陈哥这就是纯纯的红眼病，见不得兄弟们发财。话音未落，一个来自望思湖小区的超级大单弹了出来，猛哥眼疾手快，一秒拿下，还得意洋洋地表示今天这单耶稣来了也拦不住他送定了。然而我的妈，这趟送餐之旅简直比去西天取经还离谱，导航走到半路直接歇菜，电话也打不通，猛哥只能在一栋阴森森的大楼里玩起了真人版密室逃脱。楼道里又冷又湿，地上还有一滩来历不明的水，猛哥一脚踩滑，直接摔了个狗吃屎。这里小伙伴们可以把肩头3盏火灭了2盏打在弹幕上，懂的都懂。好不容易摸到门口，开门的是一个浑身湿漉漉仙气飘飘的美女。美女表示刚在洗澡，没听见电话。有一说一，这颜值这身材，别说猛哥了，换我也迷糊。更绝的是，美女不仅给了5星好评，还随手打赏了一个比她头还大的金戒指，并且送了她一把喝不溜秋的雨伞。猛哥当时就 emo 了，感觉自己遇到了 YY 网文里的富婆，人生即将起飞。他美滋滋地回到宿舍，跟哥几个炫耀自己的奇遇，那手舞足蹈的样子，活像中了500万彩票。但预言家陈哥再次上线，他一眼就看出这金戒指是冥婚用的陪葬品，那伞是引渡亡魂的信物，收了金就是要你的命。猛哥哪里听得进去，反手就是一个嘲讽，说陈哥就是嫉妒，是下头男。旁边的2个经验宝宝也疯狂补刀，说这叫福气，是上帝的馈赠。陈哥直接回了一句，顾客是上帝没错，但你也没必要把自己上供给上帝啊。我哭死，这吐槽简直是神机预判。自从戴上了这枚买命金戒指，猛哥就彻底嘎子化了。他像疯了一样，一天24小时守着手机抢大单，就为了能再见到那位富婆，整个人都瘦脱了相，眼窝深陷，跟刚打完3天3夜 Apex 似的。终于他又抢到了一个去望思湖的单，陈哥想拦都拦不住，只能塞给他一个护身符，结果被猛哥当垃圾一样扔了。这次见面，美女的套路又升级了，他假装崴了脚，让猛哥把他送回家。一进屋，好家伙，水漫金山，墙壁渗水，跟水帘洞似的。美女轻描淡写的说，女人都是水做的。我寻思着，你这水做的怕不是恒河水吧？接着他又送了猛哥一部最新款的 iPhone， 这下猛哥彻底沦陷了，抱着新手机回来，就差把我被富婆包养了写在脸上。陈哥都快急疯了，他说这手机是阴间 iPhone， 是乔布斯在地府在就业的产物，阳间的信号根本打不通，一旦接了电话就是接了催命符，阳寿都得打骨折。猛哥的2个小兄弟也跟着起哄，说陈哥编故事编上瘾啦。为了证明陈哥是胡说八道，猛哥决定当众给美女打个视频电话。然而就在他准备按下接听键时，那个电话他自己打过来了。视频一接通，屏幕里还是那个绝子的美女。猛哥那个得意啊，把手机对到陈哥脸上，让他看看啥叫真正的美女。但是接下来这一幕直接震撼我一整年。陈哥不知从哪摸出1枚铜钱，在手机前晃了晃，像是开了个反幻术的大。屏幕里的美女突然开始卡顿，说话只会重复一句，小哥哥你同事真会开玩笑，而且声音像是被水泡过一样，咕噜咕噜的。最后画面里的他竟然开始自燃，我的妈，这特效堪称身临其境，吓人的很。这下连那2个经验宝宝都吓傻了。当天晚上更逆天的事情发生了，3个人做了同一个噩梦，梦里那个女鬼威胁他们，说猛哥要是不去找他，他就来找他们。这简直是阴间团建还是强制参与的那种。3人连滚带爬的去找陈哥救命，此时的猛哥还在嘴硬，说这是陈哥嫉妒他，给他下了药。我真是无语了，这脑回路堪比盘山公路。陈哥也懒得跟他废话，直接科普，说他们招惹的不是普通阿飘，而是叫女罗莎的恶灵，专门用美色勾引男人当替死鬼。
他拿出3颗闭气丹，让他们含在嘴里，暂时屏蔽阳气，并千叮万嘱让猛哥必须销毁那个阴间手机。你觉得猛哥会听吗？当然不。就在他假装要去处理手机的时候，富婆的视频电话又来了。屏幕里的他梨花带雨，哭的那叫一个我见犹怜。我们伟大的猛哥恋爱脑瞬间占领高地，什么兄弟情谊、性命安危，统统抛到脑后，一把推开劝阻的队友，吼着他需要我，义无反顾地冲向了爱情的坟墓。这波操作简直是游戏里的致命空大，还是闪现撞墙的那种。故事的最后，猛哥独自一人走进了那个水汽弥漫的房间，而他的2个队友再也打不通他的电话了。所以说，小伙伴们，天上掉馅饼的事儿，咱还是先掂量掂量。毕竟你永远不知道那馅饼是豆沙的还是人肉的。